60岁一到，许多人开始发现肌肉悄悄流失，尤其是双腿力量大不如前。人老腿先衰这句话可不是没道理。研究指出，人过50岁后，肌力每年下滑约 1.5% 至 5%， 肌肉量每年也减少约 1% 至 2%。但是，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肌肉流失吗？今天要介绍您一种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神奇食材，它的蛋白质含量之高，让鸡蛋相形失色。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鸡蛋只有它的1/5，听起来不可思议吧？究竟是什么食物有这么大的本领，在银发族中维持肌肉量、增强腿部力量特别有效？让我们一起揭开这项秘密武器的面纱。绿色的螺旋藻粉末堪称蛋白质浓缩包，其蛋白质含量远超鸡蛋，是老年增肌的超级食物之一。这款超级食物其实并非什么罕见珍馐，而是一种藻类。没错，就是常被称为螺旋藻的蓝绿藻。螺旋藻之所以被誉为超级食物，最令人惊艳的就是它惊人的蛋白质含量。经干燥浓缩的螺旋藻中，高达 50% 到 70% 都是蛋白质。换算一下，每100克干燥螺旋藻含有约60到70克蛋白质，相较之下，每100克鸡蛋约2颗蛋，仅含约 12.4 克蛋白质。也就是说，同等重量下，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只有螺旋藻的1/5左右。难怪有人惊呼，鸡蛋输了。除了蛋白质多，螺旋藻还是完整蛋白质来源，包含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就是说，螺旋藻提供的蛋白品质媲美动物性蛋白，能为肌肉合成提供全面的氨基酸原料。更巧的是，螺旋藻没有坚硬的纤维素细胞壁，十分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高蛋白又好吸收，让螺旋藻成了蛋白质界的浓缩包。难怪连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曾将螺旋藻作为太空人食品，联合国也在饥荒地区用它来对抗营养不良，可见其营养价值之高。螺旋藻的营养可不止蛋白质高，它被誉为绿色黄金，也是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干燥螺旋藻中维生素 B 群，特别是 B12 含量高，还富含维生素 A 的前驱物贝塔胡萝卜素。此外，铁质、镁、钾等矿物质在螺旋藻里也相当丰富。例如，很多银发族容易缺铁导致贫血，螺旋藻正好提供植物性铁质补充，有助改善因贫血造成的疲劳虚弱。螺旋藻还含有伽马次亚麻油酸这类对抗发炎的必需脂肪酸，以及藻类特有的蓝藻素，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物。总而言之，小小一匙螺旋藻粉看起来不起眼，实则浓缩了惊人的营养能量。更值得一提的是，蛋白质的吸收效率随着年纪增长，消化吸收功能可能变弱，但螺旋藻的蛋白非常好吸收。由于缺少坚硬的细胞壁，人类的消化酶很容易就把螺旋藻分解，释放出氨基酸让身体利用。有研究指出，去壳的植物种子蛋白消化率可达 95%， 几乎不输鸡蛋，远胜许多豆类。螺旋藻作为微藻，更是因为细胞外衣柔软，使其中的蛋白质非常好消化、好吸收。对于消化功能较弱的长者，螺旋藻这类高浓度、易吸收的营养来源，就像用小体积提供大能量，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在一项由英国艾克塞特大学进行的试验中，科学家让受试者饮用含25克螺旋藻蛋白的饮品，结果发现受试者血液中的氨基酸浓度显著快速上升，峰值明显高于摄取其他植物蛋白的组别。这表示螺旋藻蛋白被迅速消化进入血流，成为建构肌肉的原料，非常高效。对于食欲不振或咀嚼能力较差的长者来说，螺旋藻这种高浓度易吸收的营养来源就是他们不可多得的帮手。既然螺旋藻富含如此优质的蛋白质，那它为何特别有助于老年人促进肌肉合成呢？这就要从人体合成肌肉的机制谈起。肌肉生长最需要的是蛋白质中的几种关键氨基酸，其中扮演开关角色的是白氨酸。年轻人体内只要摄取到约2克以上的白氨酸，就会启动肌肉蛋白合成的讯号，但在老年人身上，这个门槛往往提高，
必须摄入更多氨基酸，才能刺激相同程度的肌肉合成。这种现象称为肌肉合成阻抗。螺旋藻刚好富含必需氨，基酸包括白氨酸，可以提供充足的触发因子，来唤醒年长者迟钝的肌肉生长开关。更棒的是，科学研究直接证实了螺旋藻在刺激肌肉合成方面的效果不输传统的动物蛋白。2023年底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找来一群受试者做单腿阻力运动后，分别补充螺旋藻蛋白、另一种高品质植物蛋白以及作为对照。结果显示，补充螺旋藻后，无论静止或运动的腿部肌肉中，肌肉蛋白合成率大幅提升，且提升程度与高品质动物性蛋白相当。简单说，螺旋藻有效启动了肌肉修复和生长的过程，完全不逊色于传统的优质蛋白来源。这是首次有人证实藻类蛋白具备如此强大的增肌功能，为寻求肉类替代蛋白的银发族带来新的希望。除了提供原料，螺旋藻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还直接作用于肌肉的合成、代谢通路。例如，研究人员发现螺旋藻蛋白经水解后的产物能够启动 ACT 蛋白激酶路径，抑制 FOXO3 转录因子，从而预防因类固醇等压力引起的肌肉分解。这听起来拗口，其实可以打个比方， ACT 路径就像肌肉生长的油门， FOXO3 则是肌肉分解的刹车。螺旋藻的有效成分一方面踩下生长油门，另一方面松开分解刹车，双管齐下保护肌肉。不仅如此，螺旋藻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藻蓝蛋白、多酚等，能降低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慢性发炎被视为导致老年肌肉流失的元凶之一。螺旋藻的抗发炎作用有助于营造更有利于肌肉保存的体内环境。换句话说，螺旋藻不只是提供肌肉的盖房子砖头，还帮忙打造盖房子的好环境。难怪许多银发族把它当作养肌护肌的宝贝。当然，要对抗肌肉流失，营养和运动两手都要抓。螺旋藻提供了营养助力，但适度的阻力训练与活动更能将这些营养转化为肌肉力量。所以最理想的是营养加运动双管齐下。不过就算无法剧烈运动，每天摄取一些螺旋藻等高品质蛋白，也能让身体在日常活动中有足够材料修补和强化肌肉。说到这里，许多人可能要问了，螺旋藻毕竟是藻类，又不像豆腐、鸡蛋那样出现在我们的家常菜里，那台湾人平常怎么摄取螺旋藻呢？其实螺旋藻早在20世纪末就以保健食品的形式风靡一时，不少银发族对绿藻精、螺旋藻锭这类产品应该不陌生。至今，螺旋藻在各大药局、保健食品店都能买到，一般以干燥粉末或锭剂形式贩售。最直接的摄取方式是每天吞食几颗螺旋藻锭，或将螺旋藻粉加入饮料中。例如，可以把半茶匙螺旋藻粉搅拌到一杯温开水、果汁或牛奶里，一口喝下。也有人喜欢加进香蕉牛奶或优格，调成绿色的奶昔，掩盖螺旋藻略带海藻的味道。对不习惯特殊气味的人来说，用果汁或优格混合是不错的方式，既增加风味，又摄取营养。在台湾的素食料理中，其实也偶尔见到螺旋藻的踪影。一些健康餐厅会将螺旋藻粉添加到面团里，做成螺旋藻面条、馒头或面包，呈现自然的淡绿色泽，让料理兼具美观与营养。还有厨师把螺旋藻粉拿来制作酱汁或蘸酱，例如拌入和风酱油，淋在沙拉或豆腐上，增添一份海洋风味。由于螺旋藻粉末质地细致，可以很容易地融入汤品、炖饭甚至炒蛋中，因此只要发挥想象力，日常菜色都能尝一匙螺旋藻。例如，煮南瓜粥时加1小匙螺旋藻粉，不仅颜色更翠绿，营养也更丰富。或在打蔬果汁时顺手加点螺旋藻，让一杯普通果汁瞬间升级为高蛋白质的增肌饮。需要注意的是，螺旋藻毕竟属于营养补充，不能单靠它就解决所有蛋白质需求，建议将螺旋藻作为日常膳食的辅助，也就是在均衡饮食基础上额外补充。例如，早餐来杯螺旋藻优格稀，中餐正常吃饭菜，晚上如果胃口不好，就喝杯加了螺旋藻的豆浆或牛奶。这样一天下来，既吃到了传统饮食的多样营养，
又确保蛋白质摄取量充足，两全其美。螺旋藻本身几乎不含热量和脂肪，非常清爽，不用担心额外负担。但由于螺旋藻性偏凉，有些脾胃虚寒的人或肠胃较敏感者，初次尝试时建议从小量开始，观察身体适应情况，再逐渐增加。除了螺旋藻，其实台湾饮食中还有不少高蛋白的植物性食材值得一起搭配，像是黄豆制品、黑豆、毛豆，甚至谷物中的藜麦、燕麦等都富含蛋白质和其他营养。例如黑豆被称为植物中的牛肉，每25克黑豆蛋白质含量就相当于1颗蛋，传统豆干拌片就提供和1颗蛋差不多的蛋白质。因此我们在日常三餐中可以多元摄取，荤食者除了鸡蛋和瘦肉，多吃点豆鱼蛋奶，搭配螺旋藻等超级食物。素食者则善用豆类、坚果、全谷，加上螺旋藻补强。一种食物再厉害，单打独斗也不够完美。最理想是把螺旋藻融入我们熟悉的饮食文化中，成为饮食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不仅提升蛋白质总摄取量，也让餐桌更丰富有趣，吃得健康又开心。聊了这么多，或许您心中也在比较，螺旋藻和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大豆等蛋白质来源相比，各有什么优劣？先来看鸡蛋。鸡蛋素有完美蛋白质美誉，因为蛋白质品质极高，氨基酸比例非常符合人体需求，生物利用率也接近 100%。 但鸡蛋的缺点是蛋黄含有较高的胆固醇，许多长者因为怕胆固醇摄取过多，一天不敢吃超过1颗蛋。相形之下，螺旋藻是纯植物来源，不含胆固醇，对心血管较友善。而且螺旋藻还提供鸡蛋没有的植物性营养素，例如前面提到的藻蓝蛋白、GLA 等，有额外的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在蛋白质密度上，螺旋藻完胜鸡蛋，但是要注意，我们平常不太可能一次吃下100克的螺旋藻，那可是满满一大罐粉末呢。反之，吃100克鸡蛋约2颗就轻而易举。因此食用量上，鸡蛋一般摄取较多，而螺旋藻属于高浓度补充，食用量小。但是即便每次只吃个几克螺旋藻，其提供的优质蛋白也足以作为有力补充。举例而言，一食约5克，螺旋藻粉就含有将近3克蛋白质，等于吃了将近半颗鸡蛋的蛋白质，但热量却不到鸡蛋的1成，非常划算。再来看牛奶，牛奶富含优质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长者常喝牛奶补钙又补蛋白，但有些银发族有乳糖不耐症，喝奶会胀气不适。螺旋藻则没有乳糖问题，而且矿物质中还含有镁和钾，有助骨骼和心脏健康，可以部分替代牛奶的营养。然而牛奶胜在取得方便，口感佳，喝起来总比直接吃藻粉令人愉快。所以不少人其实把两者结合，在牛奶或优酪乳中搅入螺旋藻，这样既有奶香又摄取螺旋藻的营养，取长补短。和黄豆及豆制品相比呢，大豆是植物蛋白中的佼佼者。例如黄豆约 36% 是蛋白质，干、豆、干、毛豆等也是经济实惠的蛋白来源。黄豆蛋白质的氨基酸谱虽然完整，但消化率相对稍低，因为豆类含有一些抗胰蛋白酶等抗营养因子，会干扰蛋白质吸收。不过像发酵豆制品，因为发酵作用破坏了抗营养物质，蛋白更好吸收。同时还有益生菌和维生素 K2， 有助骨骼健康，可说对肌肉和骨骼双重有益。螺旋藻没有抗营养因子的干扰，本身消化率高，又是碱性食物。有些养生观点认为，高蛋白饮食易产生酸性代谢物，增加肾脏负担，而螺旋藻等藻类因富含矿物质可以中和酸性。虽然这方面见解仍有争议，但至少螺旋藻蛋白在肾脏病患者中的应用研究显示其安全性良好。相较之下，红肉等动物性蛋白若过量摄取，反而可能增加肾脏代谢负担。因此对于必须控制蛋白质摄入但又需要高品质蛋白的族群，例如部分肾功能不全的长者，螺旋藻或许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选项。最后谈谈经济成本和便利性。螺旋藻过去价格颇高，不过近年来因养殖技术进步，成本有所下降。市面上一瓶含量500克的螺旋藻粉，价格约落在几百元新台币左右，
每天吃5克可以吃100天，算起来每天花费不到几块钱，和吃蛋差不多。而鸡蛋目前价格也涨了，一颗蛋至少也要5、6元。因此在成本上，螺旋藻并非遥不可及的昂贵食材，性价比相当高。便利性方面，鸡蛋、豆腐买来就能料理，螺旋藻则需要拌入食物或直接吞食。操作上其实也不麻烦，只是饮食习惯需稍作调整。对愿意尝新的银发族来说，每天固定在习惯的餐点，比如早餐麦片、豆浆，里加一匙螺旋藻粉，不出1周就能养成新习惯呢？总的来说，螺旋藻并非要取代传统蛋白质食物，而是作为强而有力的补充。它胜在高浓度、营养广泛、吸收迅速，这些特点正好弥补了一般饮食的不足。对银发族而言，最重要的是确保每天总蛋白质摄取达标，依体重每公斤1到 1.2 克甚至更高，若有运动则可到 1.5 克。螺旋藻可以帮助达标，同时提供抗氧化、抗发炎等加分功效。但我们也鼓励长者持续从多元食物中获取营养，均衡饮食搭配螺旋藻，才能真正吃出健康，吃出强壮。聊了这么多螺旋藻的好处，我们来看看科学实证怎么说。幸运的是，近年来螺旋藻对于肌肉健康的研究越来越多，结果相当令人振奋。前面提到的英国研究已经证实螺旋藻蛋白可以媲美动物性蛋白，刺激肌肉合成。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观察到摄取螺旋藻后，受试者血中的氨基酸上升最快，峰值最高。这意味着螺旋藻蛋白消化后迅速释放氨基酸供肌肉利用。这项研究给想避免肉类的长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不吃肉也能长肌肉，藻类蛋白效果同样棒。不仅如此，运动营养领域的科学家也对螺旋藻青睐有加。根据健康线 Healthline 整理的多项研究，螺旋藻有助于增强肌肉耐力和力量。例如，有研究让运动员补充螺旋藻，结果发现他们的肌肉疲劳减少，耐力提高。另一项研究发现，螺旋藻能改善运动时的氧气利用效率，仿佛成了运动表现增强剂，让受试者表现更佳。甚至在一项小型试验中，橄榄球员每天吃螺旋藻后，运动造成的肌肉损伤指标和发炎指数都降低了。这些结果都支持一个结论：螺旋藻中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减轻运动压力对肌肉的伤害，加速恢复，使肌肉更强壮有力。再看一些和老年人肌肉直接相关的研究。2022年发表在《海洋药物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螺旋藻预防肌肉萎缩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使用类固醇诱导细胞肌肉萎缩的模型，加入螺旋藻蛋白水解物，结果发现细胞内的肌肉合成路径 AKP 被启动，负责分解的 FOXO3 受抑制，如同前面提到踩油门、放刹车的效果。这提供了螺旋藻防止肌肉流失的直接证据。虽然该研究是在细胞层级，但已经为日后人体研究奠定基础。事实上，目前各国都有针对螺旋藻和老年肌少症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有一项西班牙的研究计划正在招募年长者参与测试为期1-2周的螺旋藻补充配合运动训练，对改善老年肥胖及肌少症的效果。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螺旋藻如何帮助长者重建肌肉的实证数据。除了螺旋藻，科学界也在积极寻找各种超级食物对抗肌少症的证据，例如乳清蛋白配合维他命、D-Omega 3等的组合，或特定支链氨基酸，如白氨酸补充，都已被证实对长者肌肉有帮助。但是相较而言，螺旋藻作为天然食材，胜在同时提供多种营养，且没有药物或单一营养素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美国哈佛大学一项长寿研究也指出，高抗氧化含量的食物有助于减缓老化相关的肌肉衰退，而螺旋藻正是抗氧化食物中的佼佼者。综合目前的研究，可以这么说，螺旋藻这个超级食物站得住科学的脚。无论是从蛋白质含量、吸收率，还是实验观察到的增肌效果，都支持它作为60岁以上族群维持肌肉量与下肢力量的得力助手。当然，科学的精神也提醒我们，再好的食物也需要放入整体生活形态中来看。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一样不能少。
有了螺旋藻的加持，再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肌肉流失并非无法抵抗的命运。谈到这里，让我们把视角从实验室拉回现实生活，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长者案例，因为改变饮食而在晚年成功守住肌肉、重拾力量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身边就有许多银发长辈，透过营养调理和运动，实现了逆龄肌肉。举个例子，台湾有位90多岁高龄的医师，依然身如洪钟，步履有力。他分享长寿秘诀时特别提到，蛋白质要吃够植物蛋白，一点都不输牛肉。这位医师每天早餐来一杯绿拿铁，他幽默地说，这是他的筋肉特调，帮助他强化腿部肌力，走路稳健如飞。虽然我们无从得知他肌肉力量的精确数据，但从他矍铄的精神和行动力，可以相信充足的植物蛋白摄取让他的身体机能维持年轻态。在国外也不乏类似的案例，一位美国70多岁的健身网红奶奶，年轻时并非运动好手，但退休后开始研究营养学，发现螺旋藻、奇亚籽等超级食物对健康的益处。她每天晨起饮用1大杯添加螺旋藻粉的蔬果冰沙，并搭配阻力训练，几年下来，不但成功逆转原本日渐流失的肌肉，还练出了明显的肌肉线条。她笑称，我现在的腿比我60岁时还有劲。这位奶奶现身说法，证明了科学数据背后的人生故事。饮食调整绝对可以带来实质的体能改善，专家们对此也有共识。许多营养师和复健科医师在临床观察到，老年人的肌少症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透过营养干预改善。他们强调的要点往往包括均衡饮食、多元蛋白摄取，以及选用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补充。而螺旋藻正是被他们列入推荐清单的明星食物之一。一些专家甚至把螺旋藻称作长者的隐形肌肉教练，因为它默默在体内帮忙长肌肉。当然，专家也提醒，螺旋藻并非万能，如果有肾脏疾病或高尿酸的人，增加蛋白质摄取需要咨询医生。另外，购买螺旋藻产品时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确保品质纯净，无重金属或污染。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广老年营养的社区活动中，一些单位开始举办银发族养鸡饮食讲座，教授长辈如何将这些超级食物融入一日三餐。有长者分享，刚开始家人买螺旋藻给他吃时，心里怪怪的，觉得青苔要怎么吃，但在营养师指导下，学会做绿拿铁，抹茶、螺旋藻、豆浆后，竟也喝得津津有味。现在觉得不喝反而浑身不对劲呢。更开心的是，几个月下来，他发现爬楼梯不再像以前那样腿软气喘，买菜提重物也比较有力气。这些生活中的小小进步，累积起来就是晚年生活品质的大大提升。持续摄取足量蛋白并配合适当运动，高龄者也能拥有强健的肌肉与下肢力量，重拾年轻时的活力。人生60才开始，现代的60岁正迈向另一段精彩人生。不要让肌肉流失拖慢您的脚步。我们看到了螺旋藻这种超级食物如何以鸡蛋5倍的蛋白浓度为银发族带来维持肌肉和腿力的希望。它浓缩的优质蛋白、丰富的营养素以及促进肌肉合成的独特作用，宛如为年长者量身打造的隐形肌肉补给站。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强调了均衡饮食和适度运动的搭配。营养是建材，运动是工程师，两者结合才能在您的身体里重新打造结实的肌肉防护网。或许您从未想过，小小一丝绿绿的藻粉竟能对抗岁月带走的肌肉。也许起初尝试时，您对它的味道皱皱眉头，但当感受到腿脚变有劲，日常活动更轻松，您一定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个好帮手。60岁后，肌肉不流失，双腿更强壮，不再只是梦想。我们完全可以透过聪明的饮食选择来改变未来的健康轨迹。现在就邀请您开始这趟养鸡之旅吧。从今天的餐桌起，为自己加点料，也许是一只螺旋藻拌进早餐，也许是多吃一口豆腐搭配青菜。每天多一些蛋白质，您的肌肉就多一分力量的储备。让我们一起向肌少症说再见，迎接一个腿脚利落、精神饱满的美好晚年。记住，照顾肌肉就是照顾未来的您自己。现在就行动，
让超级食物守护您的健康黄金岁月，让您的人生下半场依然健步如飞，精彩纷呈。